重生。第12章，脚。很多人会觉得，独自在野外生存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取决于地理位置的不同，就会出现太多无法预知的状况和危险。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生存专家，也不能在陌生的环境中掉以轻心，尤其是到了晚上。我和马里欧就如同大多数人一样，从未有过这种野外生存的经历。至于遇到什么，怎么处理，完全没有经验可循，一切都是概率，有的也只是一些基本的常识和一口尚未熄灭的勇气，而这勇气却是出于无知，就好比无知者根本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天上有什么，地下有什么。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视力也开始模糊。此时此刻一切都不再重要，我只是希望能喝到一口淡水，除此以外别无他求。在我好几次突然双腿一软，摔倒再站起时，头顶的植物仿佛转动了起来。我意识到身体脱水的程度已经到了极限。我这才明白，当时马里欧为何一再地哀求我放弃他的原因。这种情况下根本由不得自己的意志，不说努力一把就可以怎样的问题，问题是身体已渐渐远离大脑的控制，根本不理会所谓的意志。最终我还是趴在了地上，只剩下些许控制眼皮的力量了。就当我决定放弃而闭上双眼的那一刹间，似乎看到远处的树下有一个临时搭建的雨棚。不知道是错觉还是角度的问题，那看上去就是一块由芭蕉叶拼成的人工雨棚，而就在那下面还有一个黑色的方块和几个蓝色的图案。偏偏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，正是我所熟悉却不可能属于这里的颜色。我感到心跳在蠢动，身体就如同一枚即将耗尽的电池，仅存的一点肾上腺素在我睁开眼的瞬间释放了出来。我拼了命地向那蓝色的图案爬去，不知道究竟爬了多久，因为我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。随着距离越来越近，我几乎可以肯定那蓝色的图案就是瓶身上的贴纸。2瓶淡水整齐地摆在一起，而旁边黑色的方块正是卫星电话。其实那一刻心中没有任何想法，至于先选择哪一个，纯凭本能即可。当我的舌头接触到水的那一刻，我才确信那不是幻觉。喝光一整瓶水，我还在拼命地吮吸着瓶口，发出一阵哗啦啦的声响。这一刻我很满足，躺在地上张开了双臂。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样简单的活着更快乐了。一直到岛上的气温有所下降，我这才从昏睡中醒来。看到手中的空瓶，心脏不免一紧，顾不上想太多，赶紧拿起另一瓶水和那部卫星电话，回到了来时的地方。或许这瓶水能让马里欧多撑上一天，这是我第一时间的想法。可当我翻过一片密闭的树林，回到马里欧的身边时，我的心还是凉了半截。马里欧侧身躺在那里，几乎没有动过的痕迹。我紧张地探了下他的鼻息，虽然比较微弱，但好在还没有离我而去。我很想立即与他分享我的所见所得，可眼前这个瘦长的欧洲人
已经无力再说些什么了。我慢慢地扶起身，喂他喝水的时候，顺便检查了伤口。感染没有减轻，弹孔中心已经显出了黑色的组织，整个肩胛部位呈暗红色向外延伸。喂了大半瓶水和2颗抗生素后，他的精神恢复了一些，靠在树根下缓缓地睁开了双眼。当我将卫星电话递到跟前时，他的身体猛地抽动了一下，接着他便开口问道：这是哪里找到的？我将下午的经过对他简单叙述了一遍后，他的眼泪终于忍不住地蹦出。一开始我很疑惑，这部卫星电话不是在马里欧的背包里吗？既然被抢走，怎么可能还回来？特意还留了2瓶淡水。他们若是有如此的好心肠，当初又何必赶尽杀绝呢？可当我看到马里欧的眼泪时，我立刻明白，这是赫曼留下的。果然，他的叙述中提到有2部一模一样的卫星电话，其中一部的按键已经被马里欧磨到掉色，而这一部的数字键依然亮洁如新，只是耗尽了电量，再也无法开机。马里欧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一时间满脸的泪水和鼻涕。尝试了好几次，电话的屏幕依然无动于衷。当我们打算拆开电池去岸边晒一晒的时候，岛上的气温再次下降，阵阵凉风在树林里疯狂地穿梭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。透过树冠间的缝隙，天色也暗淡了下来，看样子这里恐怕将有一场暴雨。我不知道这是开玩笑还是来真的，偏偏总在希望燃起时泼水，难道这就是普通人的命运吗？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抓紧时间扶起马里欧，向那片雨棚走去。由于感染比较严重，他的行动非常吃力，等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雨水就像捅破了的袋子，噼里啪啦地打在头顶的叶子上。就如前面提到的那样，一切未知都将在黑暗中来临。身体虽没有淋透，可是树林里的光线正迅速变弱。我不知道雨会下多久，但我知道当务之急是把火给升起来。借着火光，我四下观察着，这里除了蚊子，似乎没有任何动物。别说鸟，就连一条蛇都没有见过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有一种诡异的宁静压抑着整片丛林。除了雨声，听不到任何声响。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在夜色快要落下时将我团团围住。眼看着火堆即将燃尽，如果不及时添树枝，我们很难撑到天亮。即便没有危险动物，这里的蚊子也会让我们尝尽痛苦。看着瑟瑟发抖的马里欧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想，如果我放弃了，此时的他也只能看着火堆燃尽后熄灭。想到这里，我只好脱下上衣，缠在一根树枝上点燃。树林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只有将火把尽量离地面近一些，才能看得清脚下。我一手握住军刀，一手举着火把，尽可能往一个方向，不要走得太远。不得不承认，此时的黑暗中就有如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，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我知道，如果心里一旦崩溃，
将很难继续前行。只有什么都不要想，才能顺利找到合适的燃料，哪怕身后正跟着一个恐怖的怪物，我也要淡定地向前走。好在此时的雨已经快要停止，只有淅淅沥沥的雨点落在树叶上，发出哒哒的声响。我正在纳闷，为什么这里会如此安静，甚至听不到虫鸣的时候，一只硕大的脚掌出现在了我的视线。我几乎吓得丢掉了手中的火把，而就在这时，另一只脚掌也停在了一起。心脏快要跳到嗓子眼，颤抖的火焰中，我看到了眼睛里冒出的金星。那是谁的脚？竟如此之巨大？是赫曼吗？我不敢确定，但那显然是一双人的脚，只是要大很多很